嗨，大家好，我們是探路者，進入你的世界。我們今天呢來到了惠蓀林場，就是沒有逛過的地方，对，來走一下這邊的小徑，然後看一下這邊的山景怎麼樣。好，那就跟着我一起走嘍。這裡有攀樹的體驗活動，600元可以體驗1小時。我們這一次呢，要帶大家走 O 型的路線，這樣子呢，你就可以橫跨3個步道，讓你可以快速的體驗惠蓀林場。要走這個路線呢，首先必須將車子停在柑仔店，然後前往山嵐小徑的出口，會先經過一小片森林，然後看到咖啡學堂之後，就可以繼續前進。那裡有看到嗎？猴子，前面有猴子，食物小心啊！哇，现在这个櫻花這樣搭配這個建築物，很漂亮。穿過涉水步道之後，就是山嵐小徑的出口。我們要反着走，這樣子會很輕鬆。今天水真的很小。走，山嵐小徑，就是最簡單的。走啦。爸爸，你來。現在外面下着小雨，不過在森林裡面沒什麼感覺。它這邊的步道路基都看起來蠻原始的哈。這邊都是松樹，林間教室，它這邊很不錯哎，它很多植物都會幫你標上它的名字，不愧是大學的實驗林場。我跟你說什麼有毒？他說這個植物有毒哎，將樹皮葉子搗碎到稀有可以毒魚。這個黃芪。所以它不能摸，對不对？路有點小，小心哦。然後山嵐小徑真的是小徑，路真的是還蠻小的。
山南小徑的步道呢比較小，走的時候要小心腳步，不然很容易失足。这边很多那种疑似穿山甲的洞，那地上因为鋪滿了松針，所以走起來有一個香香的味道。整片都是松針，又看起來金黃色的，步道都松針，所以踩起來軟軟的，有那種防震的效果，然後又香香的。很舒服啊！哦，這裡真的很漂亮，這裡沿路都是那個松樹精油的味道，好像在聞熏香哦。那森林味道很舒服。哇，這裡有漂亮巨松台。我們剛從這邊咖啡學堂這邊，然後涉水步道走下來之後，然後接到山南小徑嘛，然後再接巨松台，然後我們現在就走巨松台步道這邊接到湯公碑，我們就可以走上湯公碑。啊，回去的時候再走湯公碑這邊回到販賣部。哦，這邊可以看得到北港溪，往下看的話。可以遠眺這邊的山。走到巨松台步道之後呢，就可以接到湯公碑步道的中段，這樣子爬升呢會比較輕鬆。大概1公里，走。這邊一台基地台什麼的，哦，這很舒服，這起霧了。起霧，然後有那個步道一樣，很美。哦，这個身體站好美。它沒有起霧，比較沒那麼漂亮；它起霧比較魔幻一點，看起來又很奇幻。魔幻呢，哦，好漂亮哦，超美的，起霧很棒啊。如果它這邊沒有起霧的話，以這邊的林相來說，不好看，就是很一般。可是起霧之後，整個變魔幻森林。啊，如果等下起霧，如果運氣好遇到天開了，那個光一道一道射進來，會美炸，跟電影一樣。哦，好美，超美！哦，這條路好美，讚呢！哦，好漂亮哦，這顏色。哇！哦，這是龍貓的吧？感覺哦，跟大雪山森林遊樂區有點類似，就路很大條啊，旁邊都是杉樹啊，然後地上吊滿松針啊，這種感覺。這個是杉樹啦，哎，這種比較大只就杉樹。這個你可以撿起來看。這個？哎，這個比較大的就是杉樹。杉樹的葉子啊，你地上那個一根一根很細的，那就是松針，香香的那個就是松針。對，啊，你看這個，你看這個藤很酷啊，那個藤蔓哦，它自己打結成這樣，像麻花卷一樣。哇！有沒有？不是繩子哦，它是天然的。很酷吧？真的啊。等一下。然後它木質化了這樣，有沒有？很酷。
你看哦，漂亮哦。这是原果青冈櫟，青冈櫟就是那個松鼠在吃的那個嗎？好吃嗎？很像栗子那個，很苦，但松鼠會吃的。所以這個植物也很不錯，就是它都會寫給你看，那你就可以去查資料，你就知道認識這植物。現在繼續往上走了，這邊要往湯公碑的方向走。啊，聽說湯公碑這邊的林相是很漂亮的，就來看它到底多漂亮。湯公碑是這邊的步道裡面難度最高的，但是因為我們走巨松台這邊上來已經差不多是湯公碑一半的高度，所以就乾脆把它走了。專心走路啊，因為比較泥濘一點。哦，這個地方可以看到那個呢，北港溪旁邊那個峭壁。往湯公碑的這個路呢，非常的原始又小條，然後蠻多石頭的，所以比較不好走。這裡開始呢，會看到許多野生的鬼梭羅。鬼梭羅呢，又稱為黑梭羅，它的樹高大約2米。那它的葉柄是褐色的，是2回羽狀複葉。跟筆筒樹不同的地方在於，鬼梭羅的老葉呢，會留在樹幹上，像裙子一樣。而它的葉芽呢，也是可以食用的，味道很類似小黃瓜。但是呢，目前台灣只有原住民可以在山區裡合法採集。那我們今天就只能拍給大家認識一下。哦，这好原始。对啊，这個就惠蓀林場的惠蓀呢。那我知道。對啊，就第一個校長啊，然後死在這邊，所以他這邊做一個碑紀念他。可是他的骨灰沒在這裡。那我們到了湯公碑之後，我們現在要繼續往下走，然後直接走到販賣部那邊了，這樣就剛好一個大 O 型。所以剛剛怎麼辛苦的上來，等一下就怎麼小心的走下去，因為這個地是有點滑。你看這個坡蠻陡的哦，然後又很滑，小心哦。我覺得上坡比較好走。對啊，下坡比較危險，要小心。我自己留在家裡。
哦，藍天白雲來了，哇！我們早上來的時候是下雨，現在藍天白雲都出來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所以有藍天白雲的風景，也有下雨起霧的山南風景，這是一票玩到底啊，非常讚。你看這條路現在有陽光的那個感覺，拍起來就完全不一樣。本來拍起來像黑森林。好，我們現在回到了湯公碑的這個步道跟巨松林步道的交接口。那我們現在從另外一邊往下走，就回到那個販賣部了，剛好一個大 O 型，這樣一次3個步道一次滿足。我們剛才走差不多1個多小時而已，還含拍照，還含休息哦。如果我們從下面走上來，就差不多走2公里多了，就可能會是那個路牌說的4個小時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刚刚这樣一路陡下，所以如果湯公碑步道是直接從這個步道口上去，會很硬哦。然後我們剛剛是切西瓜，所以不會覺得怎樣。所以這邊就走回大馬路了。還好我們剛剛沒有走這邊呢，直接走這邊是超硬。所以如果剛剛湯公碑這樣子哦，你從那個路口上去，你要直接陡上。差不多2公里才會到。對。它這個木棧好像是那個回收鐵軌的枕木，都有個那個柴油味。所以这邊是他們的住宿區，它開滿了櫻花，非常漂亮。山櫻花也掉滿了滿地。變成一個紅色的地毯。
所以剛剛那個就是他們這邊住宿的地點，就是能高山莊。如果在櫻花季的時候進來是蠻漂亮的。那我們現在呢，就沿着這條路往下走，去藥用植物園逛一逛，那就結束我們今天的旅程了。櫻花季真的是很漂亮，到處都是櫻花。所以我們往這邊走呢，就看到山蘭小徑的入口，所以就知道我們剛剛走的路線呢都是切西瓜路線。然後這個就是杜鹃花了，一般在這個時候上杜鹃花步道就是要看這個，這也是蠻漂亮的嘞。看一下過癮，就不用再去走步道。所以你不想爬山，你也可以來這邊耍廢。門票200塊吧，200塊等下耍廢沒派啦。哎，這草原很漂亮哎，這草原很漂亮，你看一下。這個草原的開闊度很美，非常美。對啦，這邊拍婚紗很適合，很漂亮。就在我們要到停車場之前呢，我們很幸運的遇到一家出來覓食的藍腹鷴，趕緊拿起長鏡頭記錄起來。好，那我們逛完了這個步道，3個步道連在一起，那走這一小圈，我的什麼一小圈，很大圈，一大圈。然後我們的感想就是，山南小徑還好，比較沒有那麼好看。然後我覺得林相最漂亮的會是巨松台步道，跟那個湯公碑的前半段，後半段也還好。對，那如果你喜歡走不要太累，不要前面太硬的話，建議從山南小徑接巨松台，然後再接湯公碑，再從湯公碑往下走。這樣比較輕鬆，不然如果你直接從湯公碑一下往上的話，就一路陡上哦，2公里的陡上，非常的硬，而且它的步道很原始，不好走。对啊，那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。那如果喜歡我們影片，請幫我按讚、訂閱還有分享，那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。我們是探路者，進入你的世界，拜拜。